哇，它真的是能夠讀取我們的 ruler。它講不能夠直接 modify main state。OK， 它開始更改了，它已經有了新的那個 branch，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東西。我不讓 AI 改我的 main branch， 我也不靠它自覺，我用規矩逼它照我的方式去做。前幾集我都是講概念，給 AI 規矩，把它當成員工。這一集沒有概念，我直接打開我自己的項目，讓你看看規矩長得怎麼樣，怎麼運作。大家好，我是東門 Eastgate， 我做了20年 Java Backend， 現在用 AI 重構自己的產品、內容和第二人生。這一套規矩不是我一開始就有，是 AI 在我自己項目裡亂改，把東西改壞了之後，我一條一條逼出來的。先說清楚2件事。第一，這是我做了2-3年的錢包系統，客戶的東西我不能透露，所以我不會收任何 code， 也不會講項目本身，我只會打開 .ai folder， 讓你看看我給 AI 的 rules 和 skills。第二，這一集比較長，也比較 technical， 如果你是寫 code 的，這一集就是給你的，如果不是，你看一個大概就行了，重點我會講清楚。好，我們先進來看看。好的，我們這個項目是支持2個 AI， 一個是 Claude Code， 一個就是 Codex。這個是 Spring Boot Project， 所以是以 Codex 為主， Claude Code 是為輔。我們打開這2個文件，如果我們打開 agents.md file， 你會看到 agents.md file 才是我們真正的 AI rules 和 setting 的地方，而 Claude Code 直接 refer 去 agents.md file。 我們不要有2個類似 configuration 的 file 去 handle 2個不同的 agent， 我們要有一個 single source， 所以我們的 single source 就是 agents.md file， 裡面有講解讓 AI 如何讀取某些 skill， 然後 .ai 是幹什麼的，裡面有 rules 等等。你會覺得哇，我是一個 programmer 或 developer， 要我寫這些 document 很類似 document 的東西，我會覺得很煩。沒有一個程序員喜歡寫 document 的，包括我以內。其實這些都是 AI 幫我 generate 的，大家不用害怕。在視頻裡，我之前沒有很正式的講解什麼是 skill， 我是在這裡深入的講解一下。以我的了解，最底層我們是會有 rules， 就是規則。有了規則之後，我們才是有 skills， 因為規則可能是可以給不同的 skill 去用，所以就好像我們做 coding 一樣，我們盡量把一些 code sharing 的 code 拿出來，這個 concept 也是一模一樣的。我們簡單看看我們的 rules 有什麼。比如說，當我們有新的 label， 我們一定要把它變成 internationalization I18N。然後，如果我們的系統是用 JPA， 如果是 number 的 fields， 我們 default 是要0或者是 0.0。Boolean 的話，我們就要放成 false。所以你覺得這麼小的東西還要跟 AI 講嗎？的確需要跟 AI 講，因為我們不確保它有沒有幻覺或者是偷懶。比如說同一個 task， 同一個類型的 task， 你叫它去做10次，然後其中1-2次它可能會漏掉，因為 AI 也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它會偷懶的。所以每一個小細節我們盡量去跟 AI 講清楚，以防它偷懶。還有為什麼要小細節要跟他說呢？因為這一些 rules 和 skill 我們可以擴展去 AI workflow。比如說簡單來說，我們有2個 agent， implementer 和 reviewer。如果你什麼東西都沒有跟 reviewer 講的話，他怎樣去 review 那個 implement 的 code 呢？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guideline， 我們要盡量一一的寫清楚。比如說 testing， 你要怎樣去做 testing？ integration 的時候，
我們要有 TestDB， 這些要寫到清清楚楚。還有這一 part 也是蠻重要的 ，Commit Safety， 意思是說，我們教 AI 改任何的代碼的時候，我們不要讓它直接改我們的 main branch 或者是 state branch。任何改代碼一定要有一個新的 branch、features branch 等等。所以這個是以後可以變成一個 workflow。OK， 我們展示一下。我們就好像視頻裡說的，我突然間想到有些規則我要加進去，我就和他說，我們先打開 Cortex， 然後我們的 project。在這裡你會看到我們用的 Kappa-D Guidelines， 這個是很出名的，你們上網自己去找。然後我會用另外一個叫做 Superpower 的 skill。我們的項目是以這兩個 skill 為 baseline， 我們沒有重新從頭到尾 create 一個 skill， 因為不需要，因為這兩個 skill 是很多人用，已經是證明是有效的。不過有些小細節不太適合我們的項目，所以我們就要把那個漏洞去補全它。每一次我會怎麼做呢？打開新的 section 的時候，我就會 load 這兩個 skill。OK， load 這個 skill， 還有 superpower。為什麼我會建議用 superpower？ 因為 superpower 其中一個 skill 叫做 brainstorming， 它非常的好用，因為我們是人類，的。每次我們交代我們的同事或者是任何人的時候，我們就希望一兩句話能夠講清楚整個小細節。但是對 AI 來說 ，AI 也是好像人類一樣，如果他跟你合作了很久的話，可能一兩句話他就明白。但是情況往往不是這樣，因為我們的框架、我們的 skill 沒有給足他，所以他不太可能一兩句話就可以了解我們需要什麼事情。所以 brainstorming 他會根據你給的 prompt， 然後他在我們的項目讀取全部的 code 或者是 information， 然後和你一起 brainstorming， 來 come out 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solution。OK， 他已經 load 了，所以現在我要補全，我要問他詳細關於 test case 它是如何的，比如說它的 coverage 是怎樣啊，如果他有一個新的 function， 他會怎樣做 testing。好，我們就開始吧。SNS Features Development Skill 是我們自己寫的 skill， 它是補全我們 Superpower。OK， 他講了一堆話，其實我也是沒有興趣去看。我想問他多一點關於 test coverage。他沒有明確的寫 test coverage percentage 是多少，他只是很籠統的說80% 以上。OK， 我們知道我們的項目是 Spring Boot Project， 其實有些東西是不需要 cover 這樣高，有些東西是需要 cover 比較高。比如說我們的 Business Logic 是 cover 比較高，所以這一 part 我們是可以給他一些 rule。OK， 我跟他講這個是 Spring Boot Project Business Logic written into Service Layer. I want to ensure that Business Logic have 90% of test coverage. Now is it possible? Make sense? 看他怎樣回答。OK，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寫成一個 rule。
OK，當我教他 add 的時候，因為我們是在 main 的 branch， 然後我們這裡啊已經講明了 AI 寫 code 的時候是不能直接在 main 或者是 state branch 裡面直接改，它 by right 它會 create 一個新的 branch， 然後在那邊工作。我們看看它是否能夠有做這個動作。所以如果它有做的話，我們的 workflow 我們的 rule 就正確了。哇，它真的是能夠讀取我們的 rule 了。它講不能夠直接 modify main 或者 state。OK， 它開始更改了。我們看看它是不是，它已經有了新的那個 branch，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好了，它已經更改。OK， 我們看看它改了什麼。OK， 它直接在這裡改了。OK， 所以這個小小的 demo 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我們要讓 AI 做什麼事情，我們盡量把那個規矩 skill 寫好來，它就是會慢慢的跟着我們的步伐去做。比如說我們有時會忘記，比如說我的話，我時常在 main 那邊改 code， 讓 AI 改 code， 然後 AI 知道現在的 branch 是 main 的話，它就不能夠直接改了啊，所以我們的 main branch 是有保障的。你剛才看到的不是什麼神奇的 AI， 是一套規矩加上一個會照規矩做事的 AI。我沒有盯着它，也不需要，因為規矩就在那裡，不准碰 main， 要開 branch，business logic 要有90% 的 test coverage。這就是我之前所說的，把 AI 當成員工，員工不需要你每一次都要交代，他有他的 SOP。這個頻道如果對你有幫助，請訂閱一下。最後我留個問題給你，你有沒有給你 AI 寫過一些規矩，還是每次都重複交代？留言給我知道，我會看。好了，這一集就到這裡，我們下一集見，拜拜。